伏羲女娲、墨家、共济会这三者看起来毫无关联，但是在都市传说中却隐藏着惊天秘密。今天的故事呢比较悬，大家听听就好。伏羲女娲手里拿的龟和锯和共济会的标志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首先我们先说伏羲女娲的形象，人首蛇身，并且身子还缠绕到了一起。伏羲持龟，女娲持锯。在淮南子古籍中记载天地之大，可以龟表时也；星月之行，可以力推得也。也就是说呢，龟和锯是测量天文和地理的工具。那么和共济会标志上的这个龟和锯有什么关联呢？首先我们从时间维度上考证，伏羲女娲是我们上古时代的神，所以时间也非常的早，大概出现在6000年到8000年之前，甚至10000年以上。而根据共济会宪法的第1章立法篇中说，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是由一群石匠所建立的。那么说共济会他们至少也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所以从时间线上看，共济会和女娲伏羲可能存在着时间的重叠。大家想要和我一起做同款视频，打造自己的 IP 账号看完视频可以来找我。共济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但说到这里，一面是创世神，一面是一群石匠，依然找不到太多的关联。但是这两者之间又有一个神秘的学派，墨家。墨家的老大是墨子，他的存在又仿佛是神一样的穿越者。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在那个时代，墨子就能提出很多逆天的理论，比如说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一些在那个时代原本就不应该出现的理论。他还提出了更为细致的力为物体加速的原因，力行之所以奋也。在光学方面墨子还详尽的提出了小孔成像原理，完整的阐述了杠杆原理。同时墨子在军事上也可谓2个字，先进。在战国时期就发明了很多攻守武器，而这些认知对于墨子还远远不够。在诸子百家那个年代，墨子是比孔子要厉害的不是一点半点。孔子的儒家文化能够传承2000多年至今是因为他护卫皇权。而墨子最厉害的还不是他提出的科学理论，也不是他的军事装备，是他提出的10大思想。墨家思想今天我们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如果你要仔细品读，先进还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他的理论能在先秦社会提出来可以说就是要构建一个新世界秩序。就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融合墨家思想的一半都不到，还有一半今天还依然感觉很先进，可想而知墨家的思想当时有多厉害。秦朝当时很弱，和墨家合作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为了强国，随后就一统天下。东边的小日子也是依靠墨家思想启动了明治维新，才成了亚洲强国。而墨家作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思想，却从汉武帝开始就尘封禁止了。而这一失传就失传了2000年了，一直到近几年墨子才开始兴起。后人说墨子是上天送给华夏最好的礼物，但是我们却没有珍惜，否则现在世界格局还真不一定什么样。大家如果感兴趣一定要看这本书图文版的墨子，把墨家的10大思想融会贯通在这一本书里，还是彩图翻译版。然后我们说墨子他有了先进的文化、思想、科技、机关术等等，这些还远远不止。传说墨子出行时还会携带龟尺，在当时那个年代，有战争时他们就发动墨家弟子去帮助弱势一方去固守城池，没有战争他们就散落民间做木匠、石匠，帮人盖房子，加入劳动。但是他们所涉及到的所有劳动还是离不开2个东西，就是尺和龟。并且在墨家思想里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了上天的意志，就好像制车轮有了圆规，木匠有了方尺，轮人和木匠拿着他们的龟和尺来度量天下的方和圆。由此可见，圆规和直尺对于墨家来说也是上天的意志。这和淮南子中记载伏羲女娲的龟和尺这段原文是不是表达的意思大概一致呢？而除此之外，其实很早就有人猜测说，墨家的墨子他一直都隐藏着一个超越一切的野心，那便是历史上很多墨家弟子都深深地进入各个诸侯势力当中，在他们各个诸侯国当大官。而有人猜测，这些墨家弟子就是墨家操控世界天下的棋子。表面上我们看这个世界是由君王所操控，实际上墨子才是世界背后的无地之君，而偏偏就是共济会这个最大的传说，他们不就是暗中操控了世界吗？所以不能怪后人多想因为墨家和共济会确实存在着太多的巧合。而伏羲女娲和共济会看起来它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把墨子放在中间，又仿佛让人脑洞大开。